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徐凱緋聞失控，譚松韻車輛被毀背後的真相，粉圈究竟瘋到什麼程度？近年來，中國娛樂產業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逐漸暴露出一個愈發嚴峻卻長期被忽視的問題：粉圈文化的極端化與失控化。而近日圍繞演員徐凱的一則戀情傳聞所引發的一連串連鎖反應，最終演變成對無辜演員譚松韻的人身與財產威脅，更是將這一問題赤裸裸地暴露在公眾面前。這起事件早已不只是簡單的娛樂八卦，而是一場涉及輿論暴力、粉圈心理、公眾安全以及行業責任的社會性事件。事件最初僅源於網絡上關於徐凱與女演員蘇麗莎的曖昧傳聞，幾張真假難辨的偷拍視頻，若干被斷章取義的形成巧合，以及匿名賬號的爆料，在社交平台迅速傳播。在缺乏任何官方回應或實質證據的情況下，這些信息卻被不斷轉發、加工、解讀，逐漸從可能的戀情升級為出軌不道德關係，甚至被賦予明確的道德標籤。在這個過程中，事實並未被耐心核實，理性也未佔據上風，取而代之的是情緒、立場與先入為主的判斷。徐凱自出道以來，憑借清晰的外形條件、穩定的作品輸出以及相對低調的私人生活，逐漸被粉絲塑造成專注事業、情感空白的理想型偶像。然而，正是這種被長期經營和想象出來的人設，在緋聞出現後迅速反噬。對於部分粉絲而言，偶像不再是一個擁有獨立人格和私人情感的普通人，而是一種承載情感投射的情緒對象。當現實行為與幻想產生衝突時，失落感便轉化為憤怒、背叛感，甚至仇恨。在這場輿論風暴中，蘇麗莎幾乎瞬間被推上風口浪尖。儘管她本人從未對事件做出明確回應，卻被強行賦予多重矛盾身份：受害者、第三者、心機女、破壞者。這種現象並非偶然，而是長期存在於娛樂輿論中的性別偏見結果。當情感緋聞出現時，女性往往比男性承受更集中的道德審判。即便事實尚未明朗，部分網民依然急於對其人格進行定性，將複雜的私人關係簡化為非黑即白的道德故事。真正讓事件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是譚松韻車輛遭到惡意破壞的消息曝光。譚松韻與徐凱的唯一關聯僅限於曾在影視作品中的合作。正是由於兩人在劇中的出色化學反應，使大量 CP 粉將角色關係投射到現實生活中。當緋聞打破這種幻想，一部分極端粉絲並未選擇理性退出，而是將情緒轉化為現實中的攻擊行為，對無關第三方的財產進行破壞，甚至留下威脅性言辭。這已經不再是追星行為，而是赤裸裸的現實暴力。此次事件最令人警惕之處，在於它清楚地展示了網絡情緒並非只存在於屏幕之中，它完全可能轉化為現實中的危險行為。當粉圈文化失去約束，當為愛發聲被合理化為攻擊他人的借口，法律與道德的邊界便開始模糊。如果今天被破壞的是一輛車，明天是否可能演變為對人身安全的直接威脅？這個問題，沒有人敢輕易給出否定答案。在整個事件中，另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平台監管是否缺位？經紀團隊是否過度依賴人設紅利？行業是否長期縱容粉圈極端行為？社交平台對謠言與仇恨言論的放任，經紀公司對粉絲情緒的模糊引導，行業對數據熱度、粉圈戰鬥力的默許，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失控的溫床。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並非因為它有多勁爆，
而是因為它觸碰到了一個必須被正視的現實。當娛樂產業建立在幻想、佔有慾與情緒操控之上，任何緋聞都可能成為引爆社會風險的導火索。譚松韻事件應當成為一個清晰的警告，而非短暫的熱搜談資。要真正理解這起事件的根源，就必須回到粉圈文化本身的形成機制。在當代娛樂產業中，明星與粉絲之間早已不再是單向的欣賞被欣賞關係，而是一種被精心設計的陪伴型情感結構。通過綜藝、直播、社交平台、粉絲見面會等形式，粉絲被不斷暗示自己參與了偶像的成長與成功。久而久之，一種危險的心理錯覺開始形成，粉絲不再只是觀眾，而是關係中的一方。當這種關係被現實打破，例如戀情傳聞出現時，部分粉絲便會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這種情緒若缺乏理性疏導，就極易演變為佔有慾、控制慾，乃至攻擊行為。不可忽視的另一關鍵因素是 CP 文化的高度商業化。影視作品為了製造話題度與傳播度，往往有意強化演員之間的曖昧感、宿命感、靈魂伴侶感。這種敘事在作品層面是成功的，但一旦被部分觀眾錯誤帶入現實，後果便難以控制。在徐凱與譚松韻的合作作品播出期間，大量 CP 向內容被反覆傳播，二次創作逐漸模糊了角色與現實之間的界限。當現實並未按照粉絲幻想的發展方向前進時，失落感便轉化為憤怒，而憤怒一旦失控，就不再需要邏輯，只需要目標。本次事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粉圈行為的升級路徑：猜測與質疑、情緒化批評、道德標籤化、群體攻擊、現實行為介入。譚松韻車輛被破壞正是這條路徑的終點之一。當粉圈成員開始合理化現實中的攻擊行為，認為這是為愛發聲、替偶像討回公道時，法律與道德便被徹底邊緣化。一個反覆被提出，卻始終被錯誤理解的問題是：公眾人物是否應當為粉絲的情緒負責？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明星選擇是否公開戀情、與誰交往，本質上屬於個人隱私範疇。任何將粉絲情緒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的行為，都是對現代社會基本邊界的否定。將偶像視為公共財產，本身就是粉圈文化中最危險的認知誤區。在此次事件中，部分自媒體賬號與營銷號的行為同樣難辭其咎。為了流量與點擊率，他們刻意使用震驚、塌房、實錘、背叛等極具情緒煽動性的詞彙，不斷強化對立情緒，卻極少對信息真實性負責。當流量成為唯一目標，事實變成了可以被犧牲的成本。必須明確指出的是，破壞他人財產、製造威脅言論，已明確觸碰法律紅線。無論動機為何，無論對象是誰，這類行為都不應被任何形式的粉絲情緒所美化或原諒。如果不及時以法律手段進行震懾，類似事件只會不斷複製。這起事件也再次引發一個長期被討論的問題：娛樂產業是否過度依賴完美人設？當明星被包裝成沒有慾望、沒有情感、只為粉絲而存在的形象時，本質上是在為未來的衝突埋雷。或許行業真正需要的不是更精緻的人設，而是更真實、邊界更清晰的公眾溝通方式。理性追星並不意味着冷漠，也不意味着否定情感投入，而是明確以下幾點：喜歡不等於佔有，支持不等於干預，共情不等於替代，角色不等於現實。只有當這些邊界被真正理解，粉圈文化才有可能回歸健康狀態。寫在最後，一場不該被遺忘的警示。如果這起事件最終只停留在熱搜與談資層面，那麼真正的問題將從未被解決。
譚松韻車輛被破壞，不應只是某個倒霉的插曲，而應成為一次清晰的社會警示。當情緒被無限縱容，當幻想被誤認為權利，娛樂就可能演變為危險。這不是某一位明星的問題，也不是某一個粉圈的問題，而是整個娛樂生態必須共同面對的現實。結語：娛樂本應帶來快樂，而非恐懼；喜歡本應溫柔，而非傷害。如果連這一點都無法守住，那麼被撕裂的將不只是明星的生活，而是整個公共空間的安全與理性。